这大名鼎鼎的同仁堂药店又出事儿了啊！话说前一段时间有一对德国的夫妇啊，这对德国的夫妇呢，女的是个中国人，她姓王，男的呢是个德国人啊。那两个人都是中医药的爱好者啊。结果呢，他们在体检中就发现啊，体内的汞严重超标，得了病，得了一种叫乳糜泻啊。到医院去检查，医生一检查，体内汞超标很多倍。结果呢，就在医院给他排毒，把汞排出去。其实汞这种东西是蓄积性的啊，进入到体内之后，你通过自然的排泄是排不出去的，所以要通过一种专门的排毒手段才能把它排出去啊。给他排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这个体内的汞含量降低了一半，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去医院检查，发现这女的体内这个汞又变得非常高了。那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她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药或者是食物这原里面含有高剂量的汞。这时候呢，医生也包括医院呢，就像侦探一样，就开始分析这个王女士到底吃了什么东西里头含有巨量的汞。于是找来找去就盯上了两味她吃的中药，一个中药呢就叫人丹，另外一个中药呢叫做当归苦参丸。这两种中药全是中国的同仁堂药店生产的。同仁堂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中国中药的头一把交椅，也是中国中药的象征啊。人家生产的这个人丹当归苦参丸，那王女士呢就觉得特别有效啊。这人丹呢平时都是治疗什么中暑什么之类的，她呢吃的也不多，就是夏天比如说到海边去游泳的时候怕中暑嘛，就吃一点人丹啊。结果没想到就是这个人丹出了问题。那医院呢就把这人丹拿去分析化验呢，化验一下可不得了。因为当时要测这个汞含量嘛，它这个仪器这人丹放到仪器里之后一下子就把这个仪器给干爆了，因为这个人丹里头含汞含量太高了。结果呢，这个仪器据说是洗了1个星期之后才能重新用查来查去，这个人丹里的汞含量到底是多高呢？是欧盟规定的药物里头含有汞含量的最低标准的10万倍，准确的说是9.7万倍。那个人丹里头含汞的含量差不多达到了1%那你想想，就相当于吃毒药那这个查出来之后他们就把这个人丹拿去做检测，检测完了之后就公布了这个结果。他们呢就把这个结果就告诉了国内的一个公众号的作者，这个公众号呢就做科普的嘛，他就把这个东西写成了科普文章，发在了国内。4月7号的事情结果这4月7号发布完之后呢，在国内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医生就说人丹这东西不能乱吃确确实实是对身体有害那夏天防暑降温，其实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吹空调吹电扇了不起吃点冰激凌你吃人丹这东西降暑这实际上是不靠谱，而且有巨大的风险。因为这里含什么？人丹里头含有一味中药叫做朱砂。朱砂是什么？大家如果学过化学的话，就叫硫化汞这硫化汞就是汞的一种无机盐。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很多国内的中医爱好者或者传统的中医就出来开始驳斥说你看到了吗？这就是国外敌对势力对祖国传统医学的诋毁那硫化汞它是个化合物，它有没有无机汞吸出来，对不对？你就算吃到体内那也没事嘛，这不会有什么对身体有危害的这都是这个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恶毒攻击的这个案例这个中医这东西之所以不太容易讨论就很容易政治化但其实我们把它回归到科学上来讲其实硫化汞在中国古代就叫朱砂，它确确实实是有毒的虽然是无机汞，但是现在的科学验证过这个无机汞实际上人体内也有很强的吸收力，大概吸收力是10%。更何况这硫化汞进入到体内之后它实际上也可以经过生物化学反应生成有机汞。这有机汞人体之内能够吸收的比例就是100%了，所以它对人体呢身体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大家都知道古代这硫化汞也就是这个朱砂就最早都是中国的炼丹士发明的。明代不是有一个叫葛洪的吗？我们中国人把它推崇为化学家实际上不是化学家，鲁迅先生早就说了，那个叫炼丹士，炼丹术。炼丹是当时是给谁炼的？就是给那皇上炼的中国古代的皇上平均寿命都非常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喜欢
吃这个长生不老药，也就是仙丹嘛。因为这个朱砂呀，如果是炼好了，它可以呈现出这种炼丹炉里炼出来之后啊，它是那种白色的那个丸剂，非常均匀呐，看起来就有仙气啊。但吃了之后要人命，明代有好几个皇帝都吃这仙丹，最后的一命呜呼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朱砂是剧毒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说这个人丹啊，这个药啊，人丹这个药，历史上来讲，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中医发明的，它是被一个日本的企业在1905年的时候发明的，叫森下制药。当时据说啊，这个药物啊是结合了台湾的一个传统方剂。台湾嘛，也是当时中国过去的一个地方。后来马关条约不是割让给日本了吗？但那个地方呢，他也信中医嘛，也搞中药嘛。据说有一个日本的汉医的人到那个地方去找到了一个方子，说这个方子呢，就搞出了人丹。这人丹里头有10几味中药啊，这里头有什么冰片啊、樟脑啊、什么丁香啊、豆蔻啊，最重要的就是有这个朱砂。日本人把朱砂呢叫做沉砂啊。这人丹啊，当时做出来之后啊，它外面有一层啊亮晶晶的东西，实际上就含汞啊。所以呢，当时的人看完之后觉得非常新奇啊，而且吃的肚子里头有点冰冰凉的感觉。我们小时候都吃过人丹呢，我看完这个新闻的时候，说实在我都有点后怕呀。我们小时候吃人丹，说夏天为了防暑吃人丹，医生都给我们发，学校给我们发呀。所以你想想，我也是死里逃生啊，活到今天啊。这人丹呢，他们发明之后，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中国市场占领之后，当年在20、30年代的时候，上海滩里头有很多关于人丹的广告。大家都知道，日本当年在中国有一个书店叫内山书店啊。这内山书店的老板当年就是推销人丹的，后来推销人丹，最后就开了一个书店在中国啊。然后那个人丹因为在中国占领的市场非常大，中国有一个也是一个商人叫什么黄楚九啊，他就觉得光靠日本的这个药物占领中国的市场不行，于是呢，他就发明了一个人丹。这个人呢，就是不是那个仁义的人，是人口的人，人丹。这个人丹呢，是用中国传统的叫诸葛行军散来创立的一个方剂啊。那这个药呢，看起来跟人丹差不多，只不过外形中间呢没有那个亮晶晶。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啊，实际上在市场上卖的也不好啊。所以这市场上有2种人丹啊。那个人丹后来也被中国的这个中医药堂拿去生产了，因为那个药方其实很简单嘛，很容易就搞得到了嘛。同仁堂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那个人丹，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总而言之，沿袭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同仁堂的一个说经典方剂，还在生产，主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中暑啊，或者说消暑啊这么一个东西啊。结果这个里头就是含有非常高的硫化汞，大家可以看一下人丹的这个含量啊。人丹呢里头一共有10几味药，这10几味中药里面呢，我看了一下，当时我吓了一跳，其中含量最高的就是朱砂。你看它陈皮含是50克啊，什么砂仁是10克啊，木香是30克啊，冰片是20克啊，但是朱砂含多少呢？含有100克。100克啊，就整个的药里头最大一个剂量的这个所谓的药就是朱砂。那是朱砂，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剧毒物啊。那你想想，这人丹吃到人体内，那肯定对人是非常大的危害啊。那这对夫妇啊，当时验出来人丹里头含有这么高的汞含量之后啊，他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办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药啊不是欧盟生产的，所以呢欧盟也没办法禁止啊。那他就只能把这个信息告诉给国内的这些人，希望国内的人不要再吃人丹了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公众号啊在国内发表之后呢，第2天就被下架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有关部门呢，这篇文章给下架了。然后呢，他这个作者啊叫老爸什么科普什么之类的，他又把这个东西啊又改了含糊了一点，又发上去了又被下架了。后来呢，国内的也有一些其他的媒体介入了吧，澎湃啊什么之类的啊。介入了之后啊，同仁堂这个网上的旗舰店啊，当天据说是把这人丹下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又重新上架了。那不是有些媒体就问同仁堂啊，说那人就说你这个人丹里头含有这种超标10万倍的硫化汞啊，那你们怎么看呢？那同仁堂说了啊，他说啊，第一，我们这个药啊，你只要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吃，不会中毒的，这第一。第二呢，我们生产过程中都完全符合中国药典的规定，所以呢，其实没事儿。其实同仁堂回复的这2点都是胡说八道。
首先第一点，人丹在中国是 OTC 药物。OTC 药物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处方药，你在网上就可以卖，任何人买了之后都可以吃。也就是说，人丹你在吃的过程中啊，实际上是不存在医嘱的，没有医嘱。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人丹那写着啊，说一次吃10粒到20粒，也没有说一天吃几次，也没有说限量。所以你说按照医生的医嘱来吃，那这不是瞎扯吗？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讲到人丹的生产都是按照中国药典来生产的啊，这没错，是吧？但是我们查了一下中国的药典呢，没有查到人丹的生产工艺标准呢，这中国的药典里完全没有这个规定。所以其实同仁堂说的这个话也是假的。但是呢，中国实际上这个药法里头啊，对这个药物里头含的汞的含量那是有明确规定的，早就有规定了，就是不能超标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些有关这些药物这个汞含量的标准呢，对中医无效，对同仁堂无效，因为同仁堂里头大量的药物里头还至今仍然在使用朱砂。北京就有医生啊，有人在统计啊，就同仁堂现在用的小儿的药物啊，小儿的，大家记住啊，小儿的药物中间，其中有30%这个汞全是超标的，里头都含有朱砂。你想含有朱砂是什么？那不就是含有汞吗？对吧？然后成人的这个标准可能更高一些，其中它有一种药啊，叫做牛黄千金散，也是同仁堂的传家宝啊。这里头啊，这朱砂的含量、汞的含量达到多少呢？大家可能不相信啊，达到了17%，妥妥的就是毒药啊。那真是如果吃完之后，那小命我估计就一命呜呼啊，那肯定是立竿见影啊。但是这也是同仁堂的传家宝，叫牛黄千金散。那你想想，就是这些，一方面有国家法律规定，药里头啊汞的含量不能超过多少，但是同仁堂呢这些药物啊仍然超过了国家的标准，其实一点事情都没有。这就是中国特别荒唐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同仁堂啊跟这些毒药之间的关系啊。事实上，同仁堂啊其实卖毒药可不仅仅这个人丹这一件事情啊。在历史上，同仁堂的药物被发现汞含量超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3年的时候啊，香港就发现同仁堂里头有这个药汞含量超标5倍，然后其他的药很多药都通通超标啊，就是这个汞含量啊已经很多次了，早就不是说是第一次了啊。那么历史上啊，同仁堂卖的这个毒药啊，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龙胆泻肝丸事件。这龙胆泻肝丸呢，也是同仁堂的一个传家宝啊。那它主要治什么呢？就治上火，就是你要是经常上火，你就吃点龙胆泻肝丸。一听这名字就是好像是泻火的啊。但是这个龙胆泻肝丸里头呢，吃完之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导致你的肾损伤，最后呢就变成尿毒症。这个呢是最早被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叫朱玉他发现的。朱玉是怎么发现的呢？他是有一次参加一个研讨会啊，这研讨会呢有一个主持人，是个女的。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女的这个皮肤很白，很惨白啊，然后也没有精神啊。他就问，他说这是为什么呀？那个主持人就跟他讲，他说他是尿毒症，肾衰竭，他很年轻啊，他就特别奇怪啊，说你怎么会得尿毒症呢？那个主持人就告诉他说啊，他吃了龙胆泻肝丸。他当时大吃一惊，说这个同仁堂的龙胆泻肝丸到处都在卖啊，那怎么会有这样的副作用呢？他回去之后不久，那个主持人呢就给他发了一封信，这是4位同样的患者，他们都是吃了龙胆泻肝丸，最后呢导致了肾衰竭。其中有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他1995年，他当时耳鸣啊，到医院开药啊，医院就给他开的龙胆泻肝丸啊，他陆陆续续吃了几年之后，到1999年体检的时候，发现肾脏就已经不行了。还有一个作家，这作家呢姓李，叫李文瑞吧。他呢也是说上火，然后呢就吃这个龙胆泻肝丸，没吃多久，吃了半年，结果肾脏呢就进入到肾衰竭了。几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全是吃龙胆泻肝丸啊导致的肾衰竭。这个当时啊，朱玉看完之后啊，就特别的震惊，他就开始调查，他就发现啊，其实这个龙胆泻肝丸啊导致的肾衰竭现象啊，早在很多年前就在国外被发现了。最早发现的是比利时，因为比利时的医生啊，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些人得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肾病，这个肾病啊
就是肾脏的这个细胞的纤维化。得了这个肾病的这个肾脏就慢慢的就像木头一样纤维化了，肾脏的细胞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他们就发现呢，得了这种肾病的这个患者呢，普遍都喜欢吃亚洲的中草药，因为欧洲人啊不太搞得清楚这中国的中草药是怎么回事啊，他也分不清楚啊，他就知道吃中国的中草药。后来他们就在这里头寻根溯源，发现了在这些中草药里头有一种物质叫马兜铃酸。这个马兜铃酸呢，是这个肾脏损伤的元凶。后来的医学直到现在搞清楚了，这马兜铃酸呢是剧毒，一方面它可以导致肾脏直接衰竭，同时它也是肾癌的一个罪魁元凶啊。而且呢，它是没有剂量限制的，就只要你吃了这个马兜铃酸呢，它对肾脏的损伤是 DNA 级别的。这个呢，现在分子生物学包括医学早就搞清楚了，就是马兜铃酸导致的就是这个基因变异，它有特定的这个靶点，这个对应性非常强，就是马兜铃酸导致肾脏损伤。那么马兜铃酸呢，就是龙胆泻肝丸中间一味药物里头含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指标，这股药呢叫关木通。龙胆泻肝丸里头也是10几种药物啊，其中有一款药物就叫关木通。关木通里头就含有马兜铃酸。把这一切搞清楚了之后这朱玉呢就写了一篇报道，说这个龙胆泻肝丸呢到底是清火的良药呢，还是治病的根源呢？这篇文章在2003年的2月份在新华社发表了，发表了之后就引起巨大的反响啊。据他的统计在中国因为吃龙胆泻肝丸所导致的这个尿毒症患者差不多有10万，其中有非常可笑的，就是北京崇文门有中医院这中医院的院长家里头祖孙3代全是传统中医爷爷就没事的时候一上火了就吃龙胆泻肝丸，结果爷爷最后呢就尿毒症，然后到了他这一代呢也是又吃这个龙胆泻肝丸，结果也导致了尿毒症。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中医实际上它是发现不了自己的毒副作用的，你除非是那种急症，你吃完之后上午吃完下午就死，是吧？这个你能看出来有一些关联性。但是呢，这龙胆泻肝丸里头还有这马兜铃酸呢，它对肾脏的损伤它都是持续数年，有的比如说半年1年，有的是3年5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人就很难建立起因果关系，所以很多医院在收治了这个马兜铃酸肾病的患者的时候有很多患者病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病因是哪来的。但是朱玉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很多人终于恍然大悟所以当时国内就有27个还是28个这个患者就集体诉讼起诉同仁堂，要求同仁堂赔偿你想想，你自己生产出来的龙胆泻肝丸，最后呢，你把这个患者肾脏都吃坏了，那当年你想想，这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肾脏坏了那透析，那要花很多钱，是吧？结果这些患者起诉同仁堂，各位猜怎么着？全部败诉，没有一例胜诉的。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同仁堂在法庭上辩解说，他说我们生产这个龙胆泻肝丸都是按照中华药典生产的，看到没有？大家看到了没有？说辞都一模一样，跟人丹一样我们就是按照传统的方剂这样生产的呀。生产完了之后，那这东西如果是药物本身有毒副作用，那这个是药物本身带来的，那我们也没办法。于是法院就判决所有这些患者败诉，10万名这个尿毒症患者没有一个起诉同仁堂胜诉的。后来赤峰有一个患者没有起诉同仁堂他起诉了一个经销商，就卖给他的经销商赢了，全国只此一例，赔了36000块钱，把肾脏搞坏了，终身的健康付之东流，生命质量一下子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只获得了36000块钱的赔偿。更重要的是，还不是同仁堂赔的，是这个龙胆泻肝丸的经销商赔的。那大家肯定要问了，就为什么同仁堂这个大名鼎鼎的这样的一个中药堂它会卖这么多有毒的药物呢？为什么就是这些有毒的药物卖完之后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患者的健康损伤，打官司还打不赢呢？这个我们要稍稍讲一讲同仁堂的历史
同仁堂啊，最早啊是由一个姓乐的这个家族创办的，早年是从宁波到了北京，去北京的时间呢，大概是明朝的永乐年间啊。一开始也没什么名气，就挑担儿嘛，江湖郎中嘛。但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迹的呢？就是1669年，这同仁堂有一个人呢，叫乐显阳。这乐显阳啊，他就当了这个清宫的太医的吏目。也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创办了同仁堂这样的一个品牌啊。到了1723年，雍正皇帝的时候，就指定同仁堂成为了清宫的御药房，也就是清朝皇帝啊这些药啊都从同仁堂采购。那从此啊，同仁堂就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大力发展的发迹的时代啊。他历经清朝8位皇帝188年的时间啊，就一直是清宫的御药房啊。那你想想，在这个期间，他发明了3味毒药，一个叫安宫牛黄丸，还有个叫什么乌鸡白凤丸，还有个叫牛黄什么丸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清朝就是在这个同仁堂这个药房的这个服侍之下啊，清朝皇家这个寿命啊，实际上是非常短的。清朝啊，整个从入关到清朝灭亡啊，宗室人数加起来一共大概是有8000多人。这8000多人呢，历朝历代啊，统计一下，他的平均寿命啊，大概是34岁左右，女的还更短一点，女的可能就是28岁、30岁左右啊。你想康乾盛世啊，乾隆皇帝时期啊，就是这个他的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就只有32岁左右啊，女的28啊。那你想想，这是清朝皇家啊，宗室啊，他自己生的孩子啊，他享受着全中国最好的营养条件。你想想，民间你还饥饿啊、饥馑呢，他们都吃到山珍海味啊，对不对？然后呢，最好的医疗条件，也就是同仁堂啊、太医啊给他们治疗啊，结果治来治去呢，基本上寿命平均30多岁就死了。我估计啊，就是跟同仁堂发明的这些毒药有关。一上火就吃点龙胆泻肝丸，然后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人丹嘛，这龙胆泻肝丸吃着吃着肾就不行了，就得尿毒症。古代的时候也不知道尿毒症怎么回事，结果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同仁堂对清王朝的灭亡啊，它实际上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但是清王朝灭亡以后啊，这同仁堂的名气还很大，大家并不知道清朝的皇帝都是同仁堂害死的啊。结果呢，那很多人都趋之若鹜啊，就是要买同仁堂的药物。49年的时候啊，这同仁堂呢，他们家第12代的叫乐善什么人，就带着秘方就跑到台湾去了。第13代这个子孙留在了大陆，后来就公私合营啊。他公私合营之后，实际上也没什么好下场，后来在文革期间给打死了啊。后来同仁堂就变成了一个国营企业，现如今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在海外还遍布了很多药堂的分支啊，哎，体量也非常大，一年好像生产几百种、上千种这个药物啊。那同时呢，它也是中医的这么一个象征，就是中国传统中医的一个象征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天字1号习近平啊，他是一个中医粉啊，中医爱好者啊，所以中医这些年不太有人敢质疑啊。同仁堂就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你敢质疑同仁堂吗？同仁堂能认错吗？同仁堂一认错，中医就错了嘛。中医错了，那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就不存在了。所以，其实同仁堂你要知道，在中国的势力之大就在于此，它已经被政治化了，被政治保护起来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我说的，由于中国传统的这些中药方剂啊，没有经历过现代医学的检验，所以它即便按照传统的方剂进行生产，它仍然可能继续在生产毒药，这是最致命的。大家可以同样比较一下，日本发明的人丹，但是人丹现在日本还在卖啊，但是我特别查了一下，就是日本的森下人丹公司啊，现在卖的人丹里头已经没有朱砂了。为什么没有朱砂了呢？因为1973年的时候啊，日本就通过了药事法，这药事法里就已经知道这朱砂对人的身体有害，所以对朱砂的这个含量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后来在2001年和2004年，这个药事法又修改啊，对这个汞的含量做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所以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这森下人丹公司就宣布啊，他们的人丹里头就不再采用朱砂这味药引子了。所以现如今的日本的人丹仍然是一个 OTC 的药物，仍然也可以买得到，但是呢，它其实已经没有朱砂了。这里头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日本的保留的这些汉方药啊，
它其实是经过了现代医学的重新审视。比如有毒的拿走了，没有毒也没什么用，反正你吃也无所谓，或者是毒性低一点啊，吃一点当安慰剂，那问题也不大。但是中国的中医中药其实跟日本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中药啊，仍然没有经过现代医学的审视。其实龙胆泻肝丸事件也好，人丹事件也好，最可怕的就在于此，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中药啊究竟对你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我前面讲了，中药实际上是没有能力自己发现它的毒副作用的，因为它不是急症嘛。你要想发现它的这个所谓的毒副作用，你得经过一个严格的临床检验。你比如说，你吃人丹的人，一共1000个人，这1000个人吃完之后，然后呢，身体状况有没有变化？剂量随着剂量的升高，身体状况有没有变化？你通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临床检测，统计学的样本分析，你才能知道，就是这个人丹本身它的毒副作用是什么。但是你想想，我们传统的中医药哪一个经过这样的程序了？没有啊，现在的法律也不要求这样啊，所以导致了我们的所谓的传统中药有大量的这些中药里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就我刚才前面讲的，同仁堂所销售的小儿药物里头，竟然有30%里头含有朱砂呀！这真的是要小孩的命啊，要孩子的命啊！但是呢，由于它符合法律标准，由于符合中国药典，但是呢，就仍然堂而皇之在销售。大家可以看一下，为什么所有的中药的毒副作用，最终的健康的这个风险都是由国外发现的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国内的这个体系是发现不了的。无论是龙胆泻肝丸也好，无论是这个人丹的汞含量的超标也好，通通都是国外发现的，不是中国发现的。说到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对传统的中药啊，我也不是说完全否定啊，但是他要想在现代社会里头继续当做一种药，其实负责任的态度啊，就是要把这些药物拿到一个现代的医学体系下重新进行审视。前些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讨论这个中医药的时候，就讲过废医验药嘛。医本身呢，当然都是巫医的范围了。药这一部分呢，你必须要把这个按照现代的药物的上市程序重新进行审视一遍。如果没有这个程序的话，我可以说这所有的中药几乎都是定时炸弹。这里头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因为现代医学的这个药物上市程序里头啊，它是有罪推定，是假定你这个药物都不安全，你得证明这个药物安全了之后，你才能够上市。你要通过你的严格的临床检验，证明这个药物第一有效，第二呢，确确实毒副作用呢是可控的，跟你这个收益之间是匹配的。但是呢，传统的这个中医药啊，实际上是完全没这个程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是为了治中暑，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症状啊！你喝点凉水，吹吹空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然后你要付出一个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巨大损伤的汞含量超标的这个风险，明显是不匹配的，对吧？如果知道这个真相，还有多少人愿意这样的去吃这样的药呢？这就是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的区别。最后我还要讲，龙胆泻肝丸现在还在生产，只不过他们把关木通拿掉了，变成了木通。这个药啊，现在号称能治15种病，从女的白带过多到男的耳鸣，到什么痛风，通通都治。一个曾经把人的肾脏吃坏的药物，号称能治这么多病，你们信吗？如果要是这种东西继续有效的话，那说明啊，它潜在的未来的健康风险依然存在。最后啊，我们再说回这个同仁堂啊，同仁堂在中国之所以名气大，一方面是古代是太医嘛，又想当然的认为给皇上看病的这些医生啊水平就高。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太医实际上也有可能纷纷把皇上都给看病给看死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些民间的传说啊、影视作品的渲染的结果啊。大家都知道，中国有部电视叫《大宅门》啊，白景琦啊，什么做那个阿胶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个电视剧的开篇就讲到这个
他们这个白家啊，祖上就是太医啊，摸那个公主的脉啊，一下摸出来这个公主怀孕了，是会给他们家带来一场杀身之祸啊。但实际上，这都是文学表现手法。你摸一下脉，怎么可能看出来人怀孕了呢？有很多中医自己就相信，说自己能摸出来啊。但是我跟大家讲的是，你宣称这个人你能摸出来脉，她怀孕了啊，这个东西得经过双盲检测才能检测出来。我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啊，我在微博上曾经搞过一次诊脉验孕的比赛，我说欢迎啊，全中国所有的中医报名，我们搞一个双盲实验。就是把这个女性啊打乱啊，进行双盲，然后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不是怀孕了啊，然后让中医过来摸，看是能不能有统计学方面的这个结果啊。结果呢，全中国的中医啊，只有北京有一个中医报名。后来是怎么回事？中医药管理局啊专门下文说不许全国所有的中医参加王志安的这个比赛啊。为什么不许参加？因为一参加就露馅了嘛，怎么可能摸得出来，是吧？这就是伪科学嘛！你就摸这个脉啊，你想想，人个怀孕和不怀孕，它不就两种情况吗？他蒙也是能蒙对一半嘛。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自己有这个能力，其实没有经过双盲检测的，是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所以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传统医学的那些神话啊，如果没有经过现代医学检测手段的检测，也包括统计学上的分析啊，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我们现在啊，还是要相信现代医学。我们现在人面临的这些疾病啊，基本上现代医学都有方式来治疗。如果现代医学都没有方式治疗的话，传统医学就更没有方法去治疗了。所以啊，这些传统医学啊，也包括同仁堂啊，这些传统医学的代表者啊，实际上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让他们回归一种文化遗产。或者说要把他们所有的那些传统药物经过现代医学现代药物的检测方式重新审视一遍，这实际上是文明对传统的审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